他曾是大蛇丸的同僚，团藏的左膀右臂，凭借一手出色的入侵技术，在历代暗部中都享有声誉。同时，他也是真乃永远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山。所以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吗？不知道。他就是即将登陆《火影忍者》手游的有女龙马。所以他是谁？怎么没印象呢？没印象，这就对了。火影手游作为收录忍者数量最多的火影游戏，原作中很多打酱油的龙套都有了参战的机会。有女龙马这个仅出现在药师豆的回忆中，露脸不超过10秒的忍者，既然都能被模仿翻牌子，还真让人有些意外呢。那么借此机会，本期视频就来盘点一下，除去不风不圆、1、2、3、玩心古界这些动画和剧场版中的原创角色，火影原作中究竟有哪些超冷门的忍者也登陆了火影手游？同时也顺便来聊聊，还有多少明明大家并不陌生，却迟迟没有上线手游的忍者？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第一位，摩托一。如果光听名字不看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摩托一是谁吧。我印象中，摩托一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就是在火影手游里，以前他的名字被翻译成了鸡。这位相貌和才能都不算出众的中忍，只在鸣人归岛修行期间短暂出现过，就连后面的忍界大战岸本都没安排他参战，可见有多不受重视。他在剧中就起了个丰富奇拉比故事线的作用，算是用完就扔的角色。第二位，地鹿。地鹿和阿斯玛曾都是守护忍石二世，因人头在黑市上价格高而被飞段角度给盯上，并很快就死在了飞段手上。地鹿从上线到下线仅有5页的篇幅，即便动画帮忙扩充了戏份，存在感也不怎么样，也就起了个篇章引子的作用。第三位，兽。兽和帕库拉两位血祭仙界忍者首次登场于剧场版《火一之的继承者》，后又在4战中被都绘吐了出来，不过仍然是被一笔带过的龙套。好在帕库拉凭借外形优势被动画组相中，获得了一集原创剧情，丰富了一下他的故事线。帕库拉的悲惨遭遇也给观众留下了些许印象。相反，兽可能是吃了颜值的亏，岸本不疼，动画组也不爱，就只有那么一丢丢的戏份，所以很快就被大家遗忘了。不得不说，颜值真的很重要。一看人家宇智波镜，整部漫画就几个的镜头，可很多人还是记得他。第四位，犬种花。犬种花是芽的姐姐，在村子中担任医疗部队的兽医和巡逻队员。她在佩恩入侵篇和4战中都有登场并战斗过，但寥寥无几的几个镜头以及和芽高度重合的人数，实在没法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第五位，桐草野二人。就像很多大热的男团、女团一样，团名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要具体到每位成员，可能就没那么多人认识了。桐草野二人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忍道7人中的名号虽然如雷贯耳，但他这个人吧，可能很多人都叫不出名字，或者是名字和人对不上号。再加上他忍道的设计也不算有趣，又长着那样一张老脸，实在让人没有想去了解他的欲望。武力胜八、一线川王和他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都属于是不能独立行走，离开团体就没人认识。第六位，汉。别看汉是5位人柱力，但他却是9位人柱力中唯一没有故事线的人。与高浩峰在漫画中的琢磨虽然也很少，但好在动画组以他们为中心，单独制作了一个大篇章，来帮他们补充了一些故事。唯独汉什么都没有，他在人柱力中就起了个凑数的作用，直到水门传里岸本才给他补了那么一点点戏份。最后一位，他随意在手游中露面，但却还没有正式上线。他就是和并族雷同、不知火玄间同为水门护卫的蝶伊瓦西。有多少人曾以为山城青叶是飞雷神小队的成员呢？但其实伊瓦西才是。雷同奥义中的那个小胡子就是他。伊瓦西在中忍考试、追捕鹰忍4人中和4战中都有出场过，但是他的长相和打扮实在太路人了，和玄间雷同青叶比起来一点记忆点都没有，所以大家对他没啥印象，估计很多人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吧。和上面这些没啥存在感的冷门忍者比起来，一些大家明明很熟悉的忍者却一直没有上线，比如小强门的父母、奈良鹿九、山中海一、秋刀丁作、日向日足、日向日差、宇智波富岳、有女之威、全龙爪，以及在动画中有过不少战斗戏份的土台、阿赤一一、琵琶石藏、黑楚雷牙、赤桐凯、剑美晨，还有就是活在传说中经常被大家提及的人气角色宇智波全奈、宇智波镜、齐木说茂。这些忍者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或许还要更多一点吧，他们之中甚至有不少人已经在隔壁的火影 OL 中时装了，想必他们上线到火影手游中的日子也不远了吧。那么在这些还未上线的众多忍者中，你最期待哪一位呢？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火影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居。从火影者开始连载到完结，一直有个被大家热议的话题，那就是卡卡西的雷切和佐助的千鸟是否是同一个人数。我们都知道，千鸟是卡卡西在少年时期开发的一个强力雷盾人数，在某次任务中，卡卡西用千鸟切开雷电，由此改名为雷切。在佐助12岁时，卡卡西将此术交授给了他，但仍然称作千鸟。
不过卡卡西却亲口说千鸟和雷切是同一忍术，并无分别。佐助在中忍考试上首次向众人展示千鸟时，台上曾见识过此术的三代火影和凯都以为这是卡卡西的雷切，由此千鸟等于雷切无人质疑。但直到火影第一本官方公式书《灵之书》发售后，大家惊讶地发现雷切被定义为 S 级忍术，而千鸟只是 A 级忍术。大家恍然大悟，心想雷切和千鸟可能并非同一忍术。于是不少朋友开启了找茬模式，疯狂对比雷切和千鸟的不同，极力佐证两者并非同一忍术。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网上疯传的千鸟和雷切的几处不同点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看看雷切和千鸟究竟是不是同一忍术吧。网传观点一：千鸟有声音，雷切没有声音。大家都知道，千鸟在施术时会发出一阵尖锐的电流声，如同1000只鸟在鸣叫。千鸟之名也缘起于此。这样声势浩大的忍术和二柱子的逼王属性非常契合，只是不怎么符合卡卡西的调调。特别是在卡卡西加入暗部后，需要经常执行隐秘暗杀任务，千鸟这样嘈杂的声音显然会打草惊蛇，所以有人认为千鸟在改名雷切后，声音也一并被卡卡西消除了，毕竟这样才符合暗杀的需要。可事实上呢，雷切虽没有1000只鸟的叫声，但仍有强烈的电流声，漫画中还特意用拟声词来表示。可能有人会说，这声音是雷切命中敌人后电流攻击肉体的声音吧？施术时是不会有的。自己听吧。即使如此，千鸟和雷切还是差了一阵鸟叫声，那还是有区别的。可是千鸟也可以没有鸟叫声啊，不信你看，这里没有鸟叫声吧？毕竟只是一阵声音而已。要佐助高兴，想让他发出鸟叫声，就能让他发出鸟叫声。千鸟的延伸忍术千鸟瑞枪可以没有鸟叫声，也可以有啊。千鸟流、千鸟千本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千鸟有声音，雷切没有声音，这点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我想提出这个论点的朋友，可能是开的静影音模式在追番吧。网传观点2：千鸟需要助跑冲刺，雷切不用。在卡卡西和佐助早期使用千鸟时，他俩都通过长距离助跑来突刺攻击，而后期卡卡西在使用雷切时没有助跑冲刺，可以秒刺。相反，佐助大部分时候依然需要助跑冲刺，所以又有人认为千鸟攻击时需要助跑冲刺，雷切不用。可事实上呢，千鸟也完全可以不冲刺啊！看这里没有冲刺吧？这里佐助准备背刺小樱也没冲刺吧？那雷切可以冲刺吗？也可以啊！看卡卡西这里助跑了吧？这里也是，毕竟助跑只是为了增加破坏力而已，这点灵之书上有明确的提到过。网传观点3：千鸟和雷切的形态不一样，还有不少人说两个术的形态和攻击方式都不一样。千鸟是雷属性查克拉散布在手掌周围进行急速突刺攻击，雷切则更像是握在手中一样，除了突刺还可以用来切割。我想说，这只是同一忍术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就好比四月的莲佑是这样的，手局的莲佑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而且手诀还不用结印呢，那你能说他们用的莲佑是两个不同的忍术吗？所以即使是忍术形态不同，攻击方式不一样，也证明不了千鸟和雷切不是同一忍术。网传观点4：雷切是千鸟的升级版，贯穿性、破坏力都有所提升。首先要明确的是，忍术等级是根据学习难易程度来划分的，而不是强弱。比如手里剑影分身这个术，官方定义为 A 级，学习难度非常大，施术结印多达8个，可这术和直接扔一把手里剑出去能有多大差别呢？再者，斑岩的好火灭却和阿斯玛的灰级烧、角度的头刻苦都是 B 级火遁忍术，可破坏力却天差地别。所以用等级来断定雷切比千鸟强显然不合理。况且佐助的千鸟和 S 级风遁螺旋手里剑一样，都能够穿透雷影的雷遁铠甲，一点都不弱的。和卡卡西雷切比起来，也完全看不出千鸟的逊色之处啊。既然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差别，那么为什么官方将雷切定义为 S 级，千鸟定义为 A 级呢？这是因为卡卡西刚开发千鸟时是用作高速突刺，但攻击时速度太快，在冲刺时卡卡西会因无法看清对手的动作被对手还击，自然还会受到伤害，所以水门才说这术还没有开发完全。
到这里，个人的理解是，在这个阶段，卡卡西的千鸟还只是个测试版，最多只能算是个 A 级忍术。如果想升级成 S 级完全版千鸟，就必须想办法克服冲刺过程中无法洞悉敌人动作的这一大难题。说白了，就是还要再2次开发，完成后才能算作 S 级忍术。就好比水门花了3年时间才开发了 A 级忍术螺旋丸，如果螺旋丸还处在任意开发阶段，你能说这个阶段的半成品螺旋丸是 A 级忍术吗？显然不能啊。所以这个阶段的千鸟也是如此，还无法达到 S 级别。后来卡卡西意外获得了带图的血灵眼，洞察能力大幅提升，能在冲刺过程中轻松掌握敌人的动作，也就此完成了完整版的 S 级千鸟。而佐助学习千鸟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已经能熟练运用血灵眼的佐助，想要在攻击过程中看清对方的动作，完全不是难事，学习起来自然要比卡卡西容易许多。即使是只学到卡卡西最初测试版的阶段，实战中也和卡卡西的最终版千鸟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把佐助的千鸟学习难度只定义为 A 级也完全是合理的。这也是火影中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就是只要学习难度增加，那么忍术级别就可能会提升。但如果单单只是威力上升，忍术级别是不会提升的。比如土影的加重炎之术和超加重炎之术，团藏的真空波和真空连波、真空玉和真空大玉都是 B 级忍术，毕竟只要加大查克拉量就能使威力提升，没什么学习难度可言。A 级的千鸟和 S 级的千鸟学习难度就是差在如何在施术过程中洞悉敌人的动作，别管是用什么方法，只要攻克这一难题就能完成 S 级千鸟。只是卡卡西很幸运获得了血灵眼的能力，要换做其他人，这就是道坎啊。而对于佐助来说，只需要学到测试阶段的 A 级千鸟的程度就可以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千鸟和雷切的结印完全相同，都是丑卯申3个印。看，这是少年时期卡卡西结的千鸟的印，这是成年卡卡西结的雷切的印，这是佐助结的千鸟的印，全都是一模一样啊。所以不管怎么看，雷切和千鸟都是同一个数码。对了，这个最终结论可不是我说的哟，是3代火影凯还有卡卡西自己亲口说的。还有不管是漫画、动画还是公式书上，从来没有过雷切是千鸟升级版的说法，也没有过千鸟是雷切改良版的措辞，反倒是一直都在强调千鸟只是雷切的另一个称呼，是番茄和西红柿一样的关系啦。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欢迎留言评论。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